他很有钱，很温柔，每天开豪车来接我，还说要带我离开这种烂生活。我本来以为我是被他救走的，直到我走进他家那间上锁的小房间，我才知道他看上的从来不是我。陪酒女遇上真爱，变态收藏家。我是个下海的陪酒女，因为缺钱，所以才踏进这一行，日子一天天过得麻木。我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，以为这就是我这辈子该有的命。直到那个男人出现，一切都开始不一样了。他看起来非常斯文，穿着干净整齐的西装，说话的声音低沉温柔。他不像其他客人那样大声喧闹或动手动脚，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听我说话。那天结束前，他包了我的钟，还额外给了我一笔不少的钱。走出酒店的时候，他开着一台黑色的豪车，温柔地帮我打开车门。从那一天起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找我。他从来不乱来，只是安静地陪着我，听我抱怨工作的辛苦，然后轻声说我值得更好的生活。他看起来很有钱，开着豪车，每次他带我出去约会，都会挑高级的餐厅，吃烛光晚餐，送我一些漂亮的饰品。我开始认真地喜欢上他，他对我那么温柔，那么细心。我幻想着，也许这一次，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充满酒味和烟味的圈子，过上正常、安稳的日子。我甚至开始相信，这就是我等待已久的命中注定。我们一起吃饭、看夜景、散步，他总是喜欢把手放在我的手臂、脖子、后背，缓缓地抚摸，那触感温热而轻柔。他每次都会低声说我的皮肤很漂亮，像丝绸一样细腻光滑，充满弹性。刚开始我只觉得害羞又开心，可是现在回想起来，那种抚摸的动作其实有点过于执着，像是他在仔细检查什么珍贵的物品一样。1个星期后，他提出要带我去他家，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。那天晚上，我特地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，心里满是期待与紧张。我以为跨出这一步，我的人生就会彻底翻转，再也不用过以前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。他的家是一栋很大的豪宅，走进去的那一刻，我几乎感动得想哭。客厅宽敞明亮，沙发软得像云朵，所有的家具都看得出来价值不菲。我心想，这就是我梦想中的生活啊！终于有人可以把我从泥沼里拉出来。我们先在客厅里喝红酒，烛光摇曳，他亲手为我倒酒，那一刻的氛围浪漫得让我心醉。喝到一半，他说要去洗个澡，让我自己在屋子里随便逛，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就好。我一个人在这么大的豪宅里走动，心里充满了幸福与不真实感。逛着逛着，我来到走廊尽头，看到一扇不起眼的灰色小门。它看起来很普通，门把也没什么特别，但我试着转了转，却发现门被锁得死死的，完全打不开。我心里忽然闪过一丝莫名的不安，像是有什么冰冷的东西轻轻爬上背脊，但当时我并没有放在心上。没多久，他洗完澡走出来，看到我站在门前，只是温柔地笑了笑，说那是准备留给我的房间，以后我就可以住在这里。我听了，心里一阵暖意，觉得自己真的被他深深宠爱着。他很快就把话题带开，我们一起享用了烛光晚餐。吃完饭后，他说要去洗碗，让我继续在屋里休息。我一个人觉得有些无聊，又忍不住走回那扇小门前面，想到他说那是属于我的房间，好奇心就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。以前我还没下海的时候，是个中辍生，跟一些坏朋友混在一起，学会了开锁和一些小偷小摸的技巧。虽然已经很久没用了，但这种老式的门锁对我来说还不算困难。我从包包里找出一根细铁丝，蹲在门前开始小心鼓捣，手指微微发抖，但没过多久，门锁就发出轻轻的咔一声，打开了。门推开的瞬间，里面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，没有窗户，空气比外面更闷更冷，还带着一股浓浓的、奇怪的甜腻味道，像腐败的糖水混着什么说不出的气味。我伸手在墙壁上摸索了好久好久，指尖一直找不到电灯开关，我只好摸黑往前慢慢移动。黑暗中，
我的呼吸声和心跳声大得吓人，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四周有什么薄薄的、软软的、滑滑的东西轻轻拂过我的手臂、肩膀、脸颊和脖子。那些东西冰冰凉凉，像一层又一层轻薄的丝绸在空中无风自动。它们有时会贴得更近，轻轻擦过我的皮肤，带着一种黏腻的触感，让我全身的汗毛瞬间竖起。我心里越来越害怕，却又不敢停下来，只能继续往前摸索，脑子里不断闪过各种可怕的想象，却怎么也想不到接下来会看到什么。终于，我的指尖碰到了墙上的开关，灯亮起的那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的灵魂像是被狠狠抽离了身体。整个房间，从天花板到四面墙壁，再到中间的几个金属架子，密密麻麻挂满了一张又一张完整的人皮，它们被非常细心地撑开、整理，像一件件昂贵的衣服一样悬挂在那里。每张人皮都保存得极其完美，连头发、眉毛、睫毛都一根不少，皮肤表面在灯光下泛着诡异的油亮光泽，有些地方还能看见细微的毛孔和原本的纹理。有的手臂微微张开，像在无声的求救；有的头部微微低垂，长发披散下来，遮住了半边脸。我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张，10几张，20几张。它们安静地挂在那里，像一个又一个被剥下来的美丽外壳。我甚至在其中几张脸部的轮廓上看到了似曾相识的熟悉感，那些轮廓跟之前新闻里报道过的失踪女性非常相似。那一刻，我的胃剧烈翻搅，双腿完全失去力量，整个人重重跌坐在冰冷的地板上。我张开嘴想尖叫，我用手用力捂住嘴巴，死死咬住自己的嘴唇，泪水混着恐惧不停滑落，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逃！我必须马上逃出去。我连滚带爬地转身，拼命想要冲向门口。可是门口已经站着那个男人，他穿着浴袍，脸上依然挂着那种温柔的微笑，只是那双眼睛已经彻底冷了下来，没有半点温度。他慢慢走进房间，顺手把门轻轻关上。那沉重的关门声在死寂的房间里听起来格外响亮，像是一口棺材被永远盖上。他看着瘫坐在地上的我，轻声说：“你可以走，但是必须把皮囊留下来。”那一瞬间，这几天所有相处的画面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。他每次约会时那过度执着的抚摸，他反复称赞我皮肤有多细腻，多有光泽，多么完美。原来他从来没有爱过我这个人，他真正迷恋的只是我这层还活着的美丽的皮肤。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变态恋物癖，专门收集美丽女人的皮囊，把它们像艺术品一样保存起来。我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晕眩突然袭来，视线开始模糊扭曲，双腿完全使不上力气，身体也越来越沉重。一定是刚才喝的那杯红酒，他早就下了药。我最后残存的意识只剩下他温热的手指，一寸一寸极其缓慢地抚过我的脸颊、脖子、肩膀和手臂。他的嘴唇轻轻贴上我的皮肤，一下又一下的亲吻，像在品尝世界上最珍贵、最完美的艺术品。他不断地低声地重复着同一句话，在我耳边轻轻回荡：“好美，真的好美啊。”